待在外交部6年，如果真的要加入政坛，应该也进入执政党，那为什么会选择反对党呢？公务员体系的话，应该是政治中立的嘛，对，所以是无党派人士，其实我有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把我们称为反对党？为什么不要称为在野党呢？Hello， 大家好，我是蒋佩珊，我是工人党的准候选人，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关于我的5件事。第一件事的话，就是我非常喜欢烹饪，然后我的拿手好菜是萝卜卤肉。然后为什么喜欢烹饪呢？是因为我自小就一直吃着阿嬷煮的菜长大。因为妈咪做饭没有太好，所以我从小时候就开始会在家里做饭，然后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喜欢做饭的习惯。所以你现在是每天都回家做饭做晚餐啊？当然不是，对，因为工作的原因嘛，所以平日会比较忙，没有办法做饭，主要是周末的时候才会可能做一点饭。第二件事的话，就是我在外派北京的时候学习到了一个新的人生技能，就是打麻将。然后我最大胡过大3元，对，所以阿公阿嬷，如果你们有3缺1的话，可以找我哦。为什么会学这个特别技能？契机是什么？契机的话，主要是当时我常驻北京的时候是2020年底嘛，然后那个时候国际航班都已经中断了，所以就没有办法经常的往返新加坡。中国国内的疫情情况没有这么严重，所以我们就经常聚在一起，然后就看着大家打麻将，我就自己就偷偷就学了。这个技能到新加坡之后还有在用吗？有的，当然过年对不对？应该你过年家里也会打麻将吗？不会，因为我不会打。那我们可以学下来学，对，可以交点学费。OK 第3件事的话，就是我家里有一只3岁的中华田园犬，它的名字叫亨利 Henry。亨利是在2022年的时候，我在北京领养的一只土狗，然后它也随着我们结束了外派任期回到新加坡。那你跟亨利的感情是怎么培养起来呢？为什么特别提到他？之所以提到亨利的话，也是因为刚才提到，就是在疫情高峰的时候，然后把他领养回家嘛。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人与人之间可能交流就比较少，然后我跟我先生在家里就觉得有点闷得发慌，然后就刚好当时是30岁的生日，然后就去了一个线下的领养活动，然后就看到了第一只小狗就是亨利，然后觉得非常有缘，然后就把它领养回家了。第4件事的话，就是我在北京上学还有工作的时候呢，都有一个代步机，也就是我的小牛电瓶车。主要是因为我不会开车，所以到了北京外派，如果要就是有出行的需求的话，也没有办法就是买车来开嘛。然后觉得电瓶车就比较容易上手，所以那个时候就索性就买了一辆电瓶车。无论是在学校也好，或者工作的时候去开会，都会骑着电瓶车出行。第5件事情的话，就是我会说韩语。然后안녕하세요 저는 일입니다。然后很多时候呢，大家会觉得，因为我之前也在韩国深造，大家就觉得我韩语是在韩国学的，但其实我的韩语是在北京留学的时候学习的。那你在北大留学为什么会学韩语呢？因为那个时候我上学的时候，北大的50%的国际留学生都是韩国同学。对，所以自然而然去到那边上学，就交了很多韩国朋友，然后就有那种就是比如说中韩交流协会，他们就免费给大学生上韩语兴趣班，然后因为我好朋友是会长，所以我就去支持他，然后因而也学了韩语。所以你会唱 K-pop 的歌曲，还是会跳舞啊？你有没有喜欢的 K-pop band 这样吗？其实我不怎么听 K-pop 的歌，但是当时促使我对韩语感兴趣的话，应该是比较元祖的一个 K-pop 的 band 叫 2PM， 我不知道你认不认识 ？Of course。OK，Yeah。5件事讲完了，但是要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你以前你刚刚说3年待在外交部嘛，对不对？6年，你待在外交部6年，然后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那你应该会很自然的，如果真的要加入政坛，应该也进入执政党，那为什么会选择反对党呢？首先，我觉得看你应该知道，就是我们公务员体系的话，应该是政治中立的嘛，对，所以是无党派人士，对，所以我觉得应该大家也不要惊讶，就是前公务员就是比如说加入反对党或者加入执政党。然后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把我们称为反对党？为什么不要称为在野党呢？我觉得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称反对党的时候，大家会觉得，他们就是来反对的，对不对？然后马上大家可能心里就有一种印象。但我其实想说的，我为什么你刚才问我为什么加入工人党，其实我想说是因为我觉得工人党它长期倡导的一些价值观跟我自己本身的价值观比较吻合，就是我觉得需要有一个比较理性的、负责任的，然后备受尊重的一个党派。所以其实工人党并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的党。